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正经参考，这里是一个品种共享的技术参谋部。如果你有看不准的标的，可以私信约稿。本频道专注剖析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中长期走势。通过波浪结构解盘看形态入场，欢迎伙伴们关注、订阅、点赞。因平台限制问题，更多品种会第一时间在社群更新，大家可以加 QQ 微信来了解权益和福利。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本期视频我们要说的是黄金这也是咱们的一个会员约稿，想看一看这一次的黄金上涨有没有可能9波的延长走势提前结束展开中长期的一个调整。那接下来我们开始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梳理一下当前的黄金这一波走势。之前肯定是有一波调整出现的就这个位置，这是属于周线级别的一个调整。我们先不用考虑它是哪一个级别的调整，或者是哪一个级别的四浪，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相对的低点它是出现在这个调整之后，低点是位于 1614.92 1614.92 美元。从这里黄金是开始展开了这个中长期的一波牛市行情也是推动浪的一个走势。那么当前我们来看起手的一浪，回撤的二浪，走到这个阶段它是完成了这个级别的一浪上涨和二浪回撤，1、2。那这个二浪的低点是位于1810，也就是说从1810开始向上它是走出了这个延长浪的一个特征。1、2、3、4、5、6、7，截止到目前来看已经运行了7波的一个走势。那按照咱们这位朋友的提示为什么这里这一部分的调整我不认为它是第8、第9呢？是因为我们可以做一下对比。第一波的调整它的用时是用了10周，第二次的调整它用了8周，第三次的调整它用时是7周。那如果要把红圈处的调整认为跟之前3次同级别的，那么明显不合适它明显它这个时间跨度太短，所以这里只能说是认为这是属于第7波内部的一个子浪调整。那当前是已经从常规的5波推动浪演变为9波延长浪。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目前从这个高点3500开始，它就是处于这个调整期，最新的一次调整期，也就是我上一次视频所说的，它处于第8波调整当中。等这个第8波调整结束之后它会展开最后一个主升三浪的最后一波走势。那届时这个大三浪结束之后它会出现一次这个跟这个大二浪同级别的四浪调整，那它这个时间跨度就会非常长。我们首先看一下上次的大二浪调整用时，用了22个月，22周22周，也就是大概半年时间。所以目前这个走势我们认为后期经过这一阶段的调整之后，它有可能向上再次出现一个新高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当前从3500开始的这个调整有几种变化。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天图，首先还是拉出黄金分割，
之前我们预测此处是可能会走一个双重三浪也好或者是一个335的平台型也好，但是后期大致回撤的位置都会看到 0.382 的位置附近，也就是3148，这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个回撤的一个目标位。但是经过最近1-2个月的运行，这里我们又要考虑另外一种小概率的事件发生，就是常规的调整形态之外它有可能会走出一些比较变异的形态。比如说这里我给大家做一下图示，一波上涨结束，紧随其后的调整反弹，再走一个3波反弹也会比较高。常规认为反弹比较高，我们会认为后期它应该是走一个5波下跌走一个平台型。但是小概率事件它也会出现一个联合形态。等这个联合形态结束之后，也就是第8波的调整结束之后，它会再次展开第9波的上涨，这就是一个联合形态前面都走的中规中矩，3波回撤3波反弹，最后会出现一个类似于三角形的这样一个形态这种调整形态一般来说的话，在黄金走势里面出现的概率比较少，在国内股市出现的个股里面出现的就是见到的次数会比较多它属于一种变异形态。那当前我们就要考虑有没有可能常规形态 ABC 调整到3148之后，它有第二种预期所谓的第二种预期，那就是这个 B 浪和 A 浪的走势没有问题，只是在于最后的走势，它有可能会不会在当前这个位置形成一个收敛的震荡区间，来完成最后这个 C 浪调整，然后再展开最后一轮的第9波上涨走势。这个是当前我们要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这种预期。如果按照这种强势的调整形态，那么也就意味着主力不会给到你机会更低的建仓机会3150附近，它可能就在当前的这个位置3250附近之上的位置，它有可能就是通过时间来换取空间，然后完成调整，然后再次上涨。所以近期我们就重点关注3250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当前通过这个两种结构找出的后期的两种可能性。那接下来小级别走势我们再用黄金分割划分一下。通过小级别走势划分，那么我们基本上看到了3250这一线就是一个关键的支撑，它决定了后期两种不同的调整形态，或者是中规中矩的 ABC 走势或者是当前我们所划分的这种联合形态。至于它按照哪一种走势，我们现在还继续需要等待市场的选择。但是无论哪一种，后期整体的走势我们依然是往上看，无非是短期的调整结构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好，这是关于目前这个国际金价的结构走势划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国内走势。其实国内走势我们可以看到跟国际走势大同小异没有太多的一个差别。这里的走势基本上是类似这是一个 A 反弹的一个 B， 那后期我们就看是否会在当前这个位置走出联合，
然后再次上涨或者说你跌破之前的低位，也就是760附近，去到上一次的低点附近大概是在730附近，也可以从这个位置再重新启动新一轮的推动浪走势。那这里同样我们要关注上方的一个关键点位，就是800块人民币每克这个位置。这里一旦突破，那么整体向上的空间就会打开，它有可能会直接去测试前期的高点836甚至于突破836，创出本轮上涨的一个历史新高。那当前我们可以看到上下两根线一画出来，国内金价它当前就是处于一个窄幅震荡的这个区间，最终是会按照哪种选择，那么和国际金价的走势预期是一样的，我们等待市场的选择。但是这种联合形态的走势结构我们一定要记住，后期一旦突破前高800，那么意味着它就是在走联合了，就不会有后期回撤到730这个价格了。好，以上就是今天这个上午我们对于这个国际金价和国内金价的整体走势最新的一个更新。那么整体走势我们还是看黄金会走出一个主升三浪当中的9波延长至于后期上涨到哪里，那么我们等待下一次突破新高之后，我们再来测算上方的目标压力。好，本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